老板，这把多少钱15啊，这么贵？便宜，就15，要是买不起别买，要便宜点。快点！谁都没想到，眼前这个正在和大妈讨价还价的买菜女孩，居然是坐拥万亿资产的上井首富千金。她为了一个满嘴甜言蜜语却毫无担当的渣男，放弃了优渥的生活，隐瞒身份，屈身下嫁，10年来任劳任怨，甘愿洗手做羹汤，还私下为她动用家族势力给她100亿订单，可换来的却是婆婆的冷眼相待和渣男的背叛。为了攀附当地小有势力的豪门之女，男人提前给女孩购买了一份巨额保险，不惜赔上女孩的性命，用来骗取千万赔款，费尽心思地计划着这场意外的到来，借着弥补结婚10年缺席的蜜月之旅带女孩出门，还声称给女孩准备了惊喜。女孩也想趁这次机会向男人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很快俩人约好在山顶碰面。正当女孩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渣男给她准备的惊喜时，狠心的男人从背后用力地推向了她，女孩瞬间坠落悬崖。他看着女孩消失在视线中，心中不但没有一丝愧疚，反而盘算着如何获取保险赔款，功成名就。也许是女孩命不该绝，跌落山下的她有幸只是受了点伤，暂时昏迷，被暗中默默守护她10年的霍氏集团总裁救回。15年前，两人因家族社会纷争被追杀，小女孩不顾自身安危救了小男孩，男孩对女孩的救命之恩充满感激，他决定用一生来守护她。这份感情在他心里已然成了他生命中最珍贵的情感寄托。女孩苏醒后并没有认出他，总裁本想解释他就是小时候他拼命保护的那个小男孩，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下，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。女孩对他表示感谢，并起身说要回去，老公还在等她。总裁拿出渣男出轨的照片和那张巨额榜单，女孩瞬间如遭雷击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她不敢相信自己付出了这么多，却换来这样的背叛。任凭总裁怎么说，她都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她不相信平时对她百依百顺、相爱10年的老公会这样对她。她擦干眼泪，带着受伤的身体，坚持要回去弄个明白。总裁看到心爱的女孩受到这样的伤害，心疼得泛红了眼眶。看着女孩离去的背影，心里很是无奈，只能安排手下暗中保护。另一边的男人还以为阴谋得逞，正开心地和恶婆婆做着通天发大财的春秋大梦，同时还接到了女孩家族赐予的100亿订单。一时间，仿佛所有的好事都降临到了他们身上。然而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。此时的女孩已经回来。正当男人开心和心机女打情骂俏，畅想美好未来的时候，女孩拖着受伤的身体回到家，看到了眼前她最不想看到的一幕。男人和心机女扫兴地瞪向女孩，男人干脆放下伪装，不仅没有一丝愧疚，反而恶狠狠掐住女孩的脖子，抱怨着她怎么没死，如果死了就能换来他们家的繁荣昌盛。他想要青云直上，前程似锦，而这样的生活只有心机女能给他。男人咆哮着，面目狰狞。女孩终于看清眼前这个满嘴谎话，还曾经说爱她一生一世的男人的真面目。她怨恨，她后悔，她不甘，她反抗。她向男人抱怨着这10年她的付出，她为了他放弃一切，甘愿做一个只知道天天洗衣做饭的家庭主妇。而男人却不以为然，认为现在的她根本配不上自己。这手上的100亿订单是身边这个女人带给他的，心机女就是他的贵人，而女孩只是一个黄脸婆，什么都不是。女孩冷笑，笑他的无知和愚昧，告诉男人，这泼天的富贵都是因为他才有的，没有他自己什么都不是。男人觉得他信口开河，痴人说梦，觉得他可笑，还让他滚出这个家。女孩失望透顶，转身准备离开。慢着，他不能走，他还欠我齐家人一条命。